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霸王新无印41集已经更新了，这集分为上下两个部分。上半部分是火箭队专场，他们见破天荒的要给皮神配音，而下半场就给找月鱼浇水。首先，先来说一下上半部分，在火箭队的命运基地里，小色狼展现了一手新绝活，他把6个精灵球叠在一起，并且没有倒。他表示，如果再放上一个没有倒的话，那就是破自己记录了。武则表示好厉害啊，但随即又泼冷水，这也没啥卵用啊。小色狼听到这话，顿时手一抖，挑战失败了。此时苗苗一脸虚弱的走了出来，戴着个口罩，似乎是重感冒了。这瞧这神情，可以当表情包的。武藏小色狼见此，于是贴心的开始照顾喵喵，然而却被喵喵看出，你们是以我为借口不去抓皮卡丘了吧？这时候果然翁居然拿出一个无人机，监视起了小智和皮卡丘，绝了，跟着火箭的宝梦都成精了。这时武藏突发奇想，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抓皮卡丘，就是因为对皮卡丘不够了解。我要在没有喵喵翻译的情况下，把皮卡丘说的话翻译出来，那么就离抓到皮卡丘不远了。于是就开着以下搞笑的场面。武藏对着一段画面张口就来，怎么样，追不上老子速度了吧？这是愚不可及的人类幼崽。话说武藏竟然说小智是人类幼崽，也是够了。当然这波翻译小桑是绝对不认可的，于是自己也翻译了一段，这个段至少比武藏合理一些。终于有读书时间了，屁！果然自由真好啊，屁！话说一直坐在小智肩膀上，本皮实在太难了，屁！但是小智也很努力的背着本皮，我要报答小智，屁！话说哪里有上好的按摩店啊？看到这一段我真的笑掉了，这绝对是官方吐槽，皮神一直坐在小智肩膀上。话说皮卡丘的官方体重是6000克，也就是12斤，一直在小智肩膀上，小智再怎么强壮应该也会累吧？这还不是更搞笑的，最好笑的就在火箭队放到自己被打飞后皮神的表情变化时，小桑做出翻译，这个表情是请多保重意思，这个表情是下次见的意思，这个表情是最喜欢你们的意思。这浮夸表情我也是够了。喵喵露出了伤心的泪水，要我说这个表情就是你们终于滚了。这一是这上半集末尾莫鲁贝克居然出现了，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他被火箭队散咬了呢？在水了上半集后，我们再来看看更水的下半集。小智和小豪看见一只找月鱼，但是他被困在地下了，只剩一个头在地面上。话说你是怎么被困的？因为干旱的地面众人都无计可施，为了救出找月鱼，小豪表示直接收服不就行了，但是竟收服失败了。这时候小豪等人发现周围一群找月鱼在围观，小智希望他们使用水系招式融化土地，从而救出找月鱼。但是野生宝梦对于人类的戒心很强，他完全不敢靠近。看起来他们早就听说过一球超人迷号了，害怕过去被一球一个一锅端了。这时候小豪想起自己有一只水系宝梦泪眼蜥，想让泪眼蜥使用水系招式，但泪眼蜥看见找鱼的眼神顿时吓得直接隐身了。没办法，只得自己硬水过去，结果也并不顺利。这点皮神浮夸的动作也是笑到我了。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情况下，众人发现一只乐天河童，他们希望乐天河童使用求雨技能融化地面，可是乐天河童居然使用了大晴天。我说乐天河童，你身为雨天兄弟，怎么能学大晴天啊？这乐天河童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愣是没有理解小智等人的意思。但是在找月鱼求助的眼神下，乐天河童就顿时明白了，然后就使出了求雨，大雨倾盆，干旱的地面在雨水的滋润下总算是变成泥浆，找月鱼也转危为安。但有趣的是，第二天小智和小豪再次来到原地，却发现更多的找月鱼被封在地下。这下我终于知道原因了，一定是因为晚上找月鱼在泥地里睡觉，第二天醒来地表被晒干，所以就出不去了。这一集内容比较日常，但下集开始就要进入加勒尔地区的主线剧情了，并且是连续4集的主线。小智和小豪得知加勒尔地区宝梦无法控制的进行了急剧化，于是前去调查。此时洛斯会长和奥利维秘书也纷纷登场，并且两人将会遇到苍响和造马兰特。丹帝作为最活跃的冠军也会加入到这个事件中去，并且官方已经说出主线剧情是分2路进行的，小豪索尼娅进行解谜，小智和丹帝则一起进行对战。很有可能小智会在加勒尔地区收服到新的宝梦，比如迟迟没有登场的乔银猴，或者加美鸟钢凯亚，也有可能是专属形态的战贤荣渊什么的。这样的主线还是值得期待的，毕竟这可是整作的核心，什么神兽和大场面全在这里面了。让我们期待下一集的内容吧。